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足球的正负值。一个多月不见，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了？对于胖叔来说，一个多月的时间，要忘记练习时长2年半的前女友还远远不够。但是对于渣男曼联来说，一个多月足够他和前女友滕哈格分手，找备胎范尼过渡，然后再官宣风华正茂的新女友阿莫林。大部分的自媒体都跟渣男曼联一样见异思迁，昨天还在情绪压榨前女友滕哈格，今天就在意淫新女友阿莫林的343。所谓343，也就是三维来到了33、24、33。那这个身材可以说是很有侵略性和爆发性，只比传奇教练三上老师的33、24、34略逊一筹。那如今新女友已经报道，阿莫林技战术不知道怎么样，医术绝对是一流。几个长期病号，芒特、梅努、卢克肖，滕哈格在的时候都是君问归期未有期，阿莫林来第一天就痊愈了啊，全员参加训练了。阿莫林妙手回春这一下属于神医在世，感化陀赛扁鹊言归正传啊，今天聊高阶数据。和高阶数据相对的就是基础数据，比如进球助攻，简单直观但也很片面。而高阶数据呢，只在挖掘效率、趋势这些更深层面的内容。那胖叔认为啊，足球目前并没有成熟的高阶数据，实属遗憾。在 NBA 里呢，不少基础数据亮眼的球星，在高阶数据面前都是原形毕露。谁是真核，谁是刷子，球迷讨论起来有据可依。而我们足球世界啊，不得不靠球迷的主观观感，常常吵到最后甩出一句你看没看球。比如曼联的加纳乔目前各项赛事7球，霍伦2球，看似霍伦更菜。但如果我补充加纳乔7球用了55脚射门，而霍伦2球只用了9脚射门，那现在谁更菜呢？答案是都菜。你不想听啊？另外，在基础数据为主的足球世界里，非锋线球员会吃亏。那且不说罗德里今年的金球争议，就连支撑罗德里的论调也常常会回到他作为后腰却能进多少球这种基础数据的老一套。这恰恰说明了非锋线球员的价值缺乏高阶数据的支撑。那足球世界是不是没有高阶数据呢？也有，但我认为还不成熟，有2个原因。第一，计算繁杂，标准不一。像插够、关键传球这些目前最普及的高阶数据，出发点是好的，但不同网站算的出入很大，只能看个热闹。那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是深有感触。第二呢，就是不够直观。好的数据应该能够直观衡量球员对比赛的影响力。进球助攻虽然片面，但人人爱用，因为他们和胜利直接相关。那你再看看曼联论坛赛后所谓的高阶数据，科比梅努传球成功率 92%， 触球86次，传入进攻3区6次，夺回球权5次，断球2次，解围2次。那这一长串，胖叔觉得不叫高阶数据，应该叫高阶数字。那你别说传球成功率 92%， 触球86次，你就算拉什福传球成功率 192%， 导致他后面的达洛特触球860次，那又能如何呢？然而足球迟迟没有出现成熟的高阶数据体系也是有原因的，那因为足球很复杂。那不过咱们选择要干一件事儿，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难。当然了，搭建高阶体系呢，胖叔个人显然力有不逮，因此邀请各位观众集思广益。今天胖叔就抛砖引玉，借鉴 NBA 先引入一个正负值的概念，不足之处呢，希望各位在弹幕留言里指教。喜欢这个话题的朋友，希望给胖叔的视频点赞留言，一键3连，你的支持就是胖叔更新的动力。首先我们引用德转的一个场均得分的概念叫 PPG， 就是 Points per Game。 这里的分不是进球得分，而是最基本的胜平负，按照3分、1分、0分算。如果一个球员赛季出场10次，这10场球队5胜5负，积了15分，那这个球员的场均就是15除以10， 1.5分。那我们来看一下曼联上赛季球员的场均得分，数据是涵盖了联赛加杯赛，按照出场时间排序，出场时间是用赛季的总出场分钟数除以90计算的。首先是奥纳纳，上赛季为曼联出场了 51.7 次，场均 1.6 分。第二是达洛特 1.6 分，第三是逼格 1.7 分。那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了，一个球员的出场次数越多， PPG 就会越接近俱乐部赛季的总体表现。因此排名前列的球员基本都是 1.6 左右。那 1.6 呢，也正是曼联上赛季各项赛事的场均得分。弹幕不许笑啊，我们曼联还走在重建的道路上。但如果有球员他出场次数多，个人的 PPG 却比俱乐部的 PPG 高，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球员有正面作用。反之呢，就是负面作用。我们用球员的 PPG 减去俱乐部的 PPG， 算一个正负值。比如小麦克 PPG 到了 1.9， 那正负值是加 0.3， 平均每场可以为曼联多拿 0.3 分。如果38场算的话呢，理论上一赛季可以多拿 9.5 分。那曼联多个9分的话，直接可以从第8到第4。那小麦克可以说是一枝独秀，难怪拿波里要买他。
再比如万比萨卡 PPG 1.4， 正负值负 0.2， 一赛季要多丢8分，直接从60分掉到52分，那和西汉姆同分，那难怪西汉姆要买他。为了分析方便呢，我们把上赛季所有曼联球员的表现放在一个矩阵，横轴是出赛场次，竖轴是 PPG， 以 1.6 分为横分割线，30场为纵分割线，把矩阵分为4块。在右上角的可以称为大腿区，也就是出场时间多还有正面效果的球员，越靠右上角腿越粗。那如图所示，上赛季逼哥和达洛特是曼联的2条大腿，其中逼哥略粗一些，但也粗的有限。那大腿区最粗的就当属小麦克了，从之前的正负值也能看出来，只不过麦克可能只是用的少，用的多了也许会粗腿磨成针。右下角的可以称为劳模区，兢兢业业但效率堪忧。加纳乔上赛季各项赛事10球5助攻，是5大联赛21岁以下的边锋非点球进球最多的球员。那现在吹曼联球员要加这么多定语是真费劲儿，但在均分矩阵下呢，也体现了加纳乔效率的不足，那这也与我们球迷的观感符合，所以他只能算一个还嫩的劳模，简称嫩模。左上角的呢，可以称为卧龙凤雏区，凤雏就是小鸡就是小鸡啊，也即是希望之星，比如迪亚洛定位是替补啊，上场就有正面贡献，有望逐步朝大腿区发展。而卧龙呢，就是躺平的主力，本来应该在大腿区龙战于野，但是因为主动或者被动的伤病，最终卧龙在床。曼联这个区域可谓是人才济济，瓦拉内、洛夫、利马、埃文斯、肖、马奎，恨不得整条后防线都卧龙在床。有人统计过，上赛季曼联前47场比赛被迫排出了33个后防组合，其中有17个不同的中后卫组合，胜率最高的就是利马加瓦拉内的中卫组合，胜率 80%， 那可惜只踢了5场。可以说，上赛季曼联糟糕的战绩和后防线的伤病密不可分。矩阵里各位后防球员的高正负值也是一个佐证。那最后左下角的呢，我们就叫清理区，球员上的少，还多是负面作用。这6个球员最终也走了3个，就是马夏尔、万比萨卡和租借的雷吉隆。这里比较奇葩的是雷吉隆啊，场均1分，正负值达到了惊人的负 0.6， 一个赛季可以多丢23分。我还以为数据出错了，我去看了一下雷吉隆的战绩，让我大惊失色。龙哥下窗从热刺租借而来，冬季退租，短短半年时间参与了12场比赛，送出了0球0助攻4黄牌，曼联4胜8负，黄牌和胜场一样多。那算下来 PPG 还真是1分，这就是你们三国杀所谓的1分内吗？龙哥租借期间，曼联一共踢了17场联赛，他上的9场3胜6负，场均1分，他没上的8场5胜1平2负，场均2分。桑乔都不敢这样卧底啊！滕哈格就算再缺左后卫，也得东窗送龙哥回热刺。当然了，这里显示出 PPG 的第一个问题，比如龙哥在曼联联赛的最后2场输了西汉姆和森林，他一共只上场了7分钟，但是德转也会把他算成2个副场。那胖叔建议呢，德转应该按照出场时间算一个加权平均，比如他打西汉姆只上了6分钟，那应该只算6除以90，也就是 0.07 个副场。PPG 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很难衡量绝对主力的正负值。绝对主力的 PPG 往往就是俱乐部的 PPG， 比如曼联出场前列的球员，除了逼哥，大家的正负值都是 0.0， 你加了38场修正，也都在正负1场左右。那当然这也更显得逼哥的难能可贵。有朋友会问，难道就没有出场极高正负值也极高的球员吗？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啊。胖叔当然不怕麻烦，但是如果大家能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的话，好啊，谢谢大家，朋友们很热情，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金球奖得主罗德里。这哥们儿是上赛季曼城出场最多的球员，而在出场15次以上的球员里，罗德里的正负值居然也是最高。在矩阵中就更直观了，这哥们儿独霸右上角，属于 carry 中的 carry，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看看曼城上赛季的联赛成绩单，开局6连胜，然后罗德里红牌停赛，缺战2场，这2场曼城连续输给了狼队和阿森纳。复出之后6场不败，然后黄牌停赛，曼城输给了维拉。最后在第33轮，罗德里在板凳上没上，曼城是5-1轻取卢顿。那曼城联赛一共输了3回，恰好都是罗德里缺阵的时候。有罗德里，曼城34场联赛27胜7平，场均 2.59 分；没罗德里，曼城4战1胜3负，场均 0.75 分。如果单看进球助攻，联赛27球4助的哈兰德无疑是球队的黄牌。然而用同样的方法检阅哈兰德，哥们儿联赛一共缺阵7场，曼城6胜1平，平均 2.71 分。那有哈兰德的31场，
22胜6平3负，平均 2.32 分。你要问上赛季谁是曼城的正眼，那毫无疑问是罗德里，球队可以说是没他不行。那有朋友会说，小熊作为罗德里金球奖最大的竞争对手，正负值又如何呢？那我们来看一看上赛季欧冠冠军皇马的正负值。那想看的朋友呢，请在弹幕打1。皇马排名前列的正负值基本都是0，那这也并不意外啊。硬要说的话呢，罗德里戈、贝林厄姆和克罗斯有一些微的负面作用，卡瓦哈尔和小熊有一些微的正面作用。那我们记得啊，赛季的正负值，曼联动辄出现大数字，比如说瓦拉内的 13.7， 漏夫的 10.6， 麦克和利马的 9.5， 还有比萨卡的-8，龙哥的-23，而皇马极少出现大数字，除了米利唐，所有人的赛季正负值都在正负4之间。要知道，伤病也侵袭了上赛季皇马的后防线，米利唐和阿拉巴的出赛场次还不如曼联的瓦拉内和利马，那你就更别提主力门将库瓦，因为出场次数少于5，他都没进数据。那皇马最终能把每个人的赛季正负值都控制在这么小的区间，说明体系成熟，能在缺少个别关键球员的情况下稳定发挥。足球当然有偶然，像曼联上赛季靠着小麦克替补出场，不知道偷了多少分。然而曼联参差不齐的个人答卷，恰恰说明了球队体系的欠缺，在这方面教练组难辞其咎。讲到这里呢，会引申出很多问题，比如是否能够通过比较同一球员不同赛季的正负值，衡量进步最快球员和退步最快球员呢？罗德里正负值高，到底有多少是因为他个人强，有多少是因为他缺替补呢？如果把联赛所有球员摆在一起排列，谁是真正的 carry， 谁又是劳模、嫩模、车模和野模呢？那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呢，请大家给我点赞，把你感兴趣的球队和话题在弹幕和留言发给胖叔。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时间有限，再聊下去就来不及学外语了。话说滕哈格下课的那天呢，胖叔心灰意冷，发动态说11年5次下课，每次都像婚外恋一样，来时都是烈火烹油，走时都是树倒猢狲散，还不如回归家庭。这段话懂《红楼梦》的都知道里面的门道有多深。结果光能少女温斯顿留言说，胖叔可以讲讲 IPX 小南老师的婚外恋故事吗？你说咱们这些粉丝啊，关注胖叔叔不多读书，你老是问演艺圈的问题。那于是为了回馈粉丝呢，胖叔晚上就打开了 IPX。故事一开始是一个笨拙的职员在电话里向客户连连道歉，那客户不依不饶，谈判陷入了僵局。此时英姿飒爽的小南阔步登场，一把夺过手机，三言两语之间就搞定了客户。职员就鞠躬说，部长多亏有你，这么难缠的客户都被你拿下了。小南蹙眉说，这是第几次了？一直犯错，一卡给你洗拿赛。威严中带着鼓励，责备中含有温柔，还得是小南。简单的一句台词，爱民如子，与民同乐的部长形象一下就立起来了。而这简单的一句台词也让我如梦初醒。那上个月胖叔因为带娃呢，暂时停更。你要问我不更新的感觉，一言以蔽之，爽。那不怪卢克肖长期受伤，卧龙在床是真的爽。那胖叔在视频里总爱说一卡给你洗漏，而光能少女从胖叔最熟悉的演员嘴里，用胖叔最熟悉的台词提醒胖叔，歇差不多得了，巧妙又婉转。光能少女如果不是吃透了胖叔视频、日语和 IPX 系列，是传不出这个活的。那有朋友会说，人家小南呢说的是一卡给你洗拿赛，你说的是一卡给你洗漏，那听着也不一样啊，你日语行不行啊？那朋友们有所不知啊，同样的动词加上不同的后缀，会有不同的情感。虽然都是适可而止吧，但是一卡给你洗拿赛语气温和，带有教导和提醒的意味，而一卡给你洗漏结尾啊很有劲儿啊，带有强烈的责备和不耐烦的意味。前者呢更像注意点分寸，后者呢更像差不多得了。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やめて啊，就是不要的意思啊。语气更强烈的版本就是やめろ。那やめて礼貌轻柔，还带点撒娇，而やめろ你看ろ啊更粗暴严肃，前者更像别这样啊，后者就是住手。比如你在看曼联的比赛最激烈的时候，女朋友突然从背后抱住你吻你，你可以说やめて。而如果你的哥们儿突然从背后抱住你吻你，你一定要说やめろ。你要说やめて，只怕他会更兴奋。那今天的日语课堂就到这里。那毕竟刚刚分手，やめて呢我就不展开了，课代表在弹幕里留一下番号。那有朋友会问，藤子那么菜，活该下课。现在新帅来了，一片欣欣向荣，你何苦在这里顾影自怜呢？那的确，我们所处的呢，本来就是一个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的世界，陪着新人笑旧人才是常态。但是胖叔一肚子的不合时宜，1个月后热点都凉了，胖叔还是想在最后留给藤帅30秒。那毕竟相逢一场，衣不如新，人不如旧。
滕帅是水瓶座，我在这里呢就抄一段杨千嬅老师的歌词，可惜我是水瓶座。歌词是这么写的：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的确，为什么分手，球员很清楚，盲目到不计后果的是谁，我们球迷也很清楚。这电影如果是第一次看，会站在球员那一边，但这电影5年里我已经看了4次了。屏幕前的拉师傅、达洛特、芒特们，你们披上曼联战袍的时候喊的口号还历历在目，当初的梦想都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伊卡给你西大赛。而屏幕前的卢克肖，现在你想起付出了，伊卡给你西洛啊！最后呢，还是想把这首歌唱给滕帅听。我去找了我初中的文娱委员，也是我们频道的老熟人了。我说，我想请你唱一首《可惜我是水瓶座》。文娱委员说，我又不是水瓶座，我是巨蟹座。你想要水瓶座，你应该找我们班里那个谁谁谁。我说好吧，你不唱《可惜我是水瓶座》，你想唱啥？文娱委员说，我想唱《可惜不是你》。人世无常，歌名是一样的开头，歌却是不一样的歌。正如滕帅的曼联生涯一样，我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这个结尾。一首《可惜不是你》献给大家，希望滕帅喜欢。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了双眼我还看得见。Marcus Rashford, one more here, oh Anthony! 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Garnacho, it's Havertz! 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And I promise you that those players will give everything and bring him to Old Trafford. 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United in the mood again here. Bruno for Maiden for 2-0. 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